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呀！今天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Figma于本月29号出货的孤独摇滚后藤衣领当然大家一般都叫它波奇或者小孤独啊。那么这一次Figma波奇的定价呢是12800元含税，不带特点，实时汇率折合人民币的话是543。盒子的话依旧是Figma一贯的中等大小的盒子，整体的话是波奇的粉色，盒子上也是依旧印满了官图都是老几样这边不过多赘述。首先来说一下这次面雕的问题如果有关注过这一款产品的话，应该已经刷到过不少关于这次波奇的脸比较糊的问题了那么我拿到实物之后呢，也是看了一下，这确实是存在比较糊的这么一个感觉。能够看到一层较为明显的一个颗粒质感那么这种颗粒质感呢，就是我们多少听到过的这个 UV 打印的一个特征至于 Figma 是什么时候开始使用这个 UV 打印呢？我不太清楚但是我目前手上一共有3只今年发售的 Figma， 除了这一只波奇之外呢，还有合金装备的富士 2.0 和这个波奇同期发售的芙莉莲都是使用的这个 UV 打印。那么从实际的观感来看呢，固蛇和芙莉莲的面部印刷呢，虽然同样有这个 UV 打印的颗粒感，但是整体呢还没有到肉眼下会觉得它比较糊的地步而波奇的问题呢就明显的多了一开始我还怀疑是不是因为波奇眼睛的尺寸大小的缘故导致它这个印刷的这个缺陷容易被察觉，但是仔细对比之后发现呢，即使是这次附带的几个眼睛相对较小的表情，依旧是能够看出比较明显的模糊感所以呢，我个人猜测呢，这应该是这个不同代工厂之间这个不同设备的精度差异所造成的那么当然这也是只是我个人的猜测并没有实际证据的一个支撑。不过其实我对玩具的要求不是特别苛刻吧波奇这一次的印刷虽然有一点糊但是还没有到严重影响观感的程度那么至少在正常把玩的时候呢，我不会特意去注意这个问题所以关于面部印刷精度这一部分的话，还是留给屏幕前的各位自行去批判吧毕竟每个人的标准都是不太一样的。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的本体由于我手边并没有 30MP 以及 BuzzMode 版本的波奇所以没办法进行实物的比较。不过这里呢，我会放一张我在推特上看到的图让大家简单的看一下这三者之间的一个体积上的差异。那么从图片上来看呢， Figma 无疑是这3款之间体型最大的一只那么造型方面呢，其实能聊的也不是特别多，还原的呢就是波奇最经典也是动画中出镜率最高的这一个运动服的造型。整体的造型还原度还是非常不错的衣服上的褶皱的刻画呢也比较自然，尤其是上下衣摆在腰部堆积形成的那一种松垮感也是得到了很好的表现。裙子的部分呢，则是使用了布料的材质，兼顾了造型与可动，但是它这个折痕我说实话有点弱我手里的这一只呢，整体的漆面表现以我个人的标准来说还算是比较工整没有遇到特别明显的一个中奖的情况。运动服两侧以及袖口上的白色线条印刷呢也比较的干净，没有出现肉眼可见的这一种溢漆情况那当然考虑到 Figma 近来的品控表现呢，各位如果打算入手的话，最终还是请以自己拿到的实物为准配件方面，首先是给到了第一话中波奇在首次演出时使用的这个芒果纸箱那虽然只是一个纸箱呢，但我个人觉得这绝对算是波奇最具代表性的一个形象之一啦。反正当初看动画的时候，这个桥段给我的印象是非常的深刻的而且一开始看官图的时候，我担心姑妈会不会直接给这一个一张薄薄的纸片糊弄一下，但实际上到手之后呢，发现它是和固蛇的那个纸箱是一样的，是带有一定厚度的卡纸硬度还行，正常把玩下呢是没有问题的，至少不会让人产生那种一碰就坏的那种廉价感然后是波奇的吉他那么这把吉他的话，对应的是第12话中波奇在乐器店里一眼相中并最终买下的这把新吉他。不过关于这把吉他的做工呢，我只能说是比较一言难尽那这里我们先简单看一看就好，具体的问题呢我们留到缺点的环节再说。那么附带的6张脸里面呢，比较常规的普通脸和微笑脸我们先暂且不提我们重点来看一看另外几张比较有梗的脸首先是这张嘴角流着不明液体的表情出自第2话的开头因为不想去打工，波奇试图通过这个洗冷水澡来让自己感冒从而获得一个比较合理的请假理由不得不说那么这张脸的还原度还是相当的高的也是这一次附带的几张表情里面我个人最喜欢的一张那么可惜就是没有还原到这个丸子头吧。
然后是这一张惊慌失措的表情啊，同样也是出自第2话，第一次出现的是在波奇脑补自己在便利店打工时的场景里面啊。当然后续剧情中的这个表情也是有多次反复的出现的，基本是波奇在不知所措时候的一个标准表情了。但是呢，姑妈这个其实它还原的是第2话后半部分，这个波奇第一次见到红夏姐姐时候的这一张脸，因为他给到的这一个，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配件里面是有多的一个刘海的，这个刘海它相对来说细节会比正常的这个刘海少一些。那这个呢，就是当时波奇见到喜多姐姐时候的这个发型啊，一个相对来说细节比较少的刘海。再然后是这一张喘不上气的脸啊，那么出自第5话，这个为了追赶生气而离开的这一个红夏呢，缺乏运动的这个波奇一路狂奔啊，结果跑了没多久就上气不接下气啊，这么一个时候。最后呢是这一张毕加索脸啊，出自第9话，当波奇从喜多的口中得知自己写的这个文化季演出申请表已经被喜多偷偷交上去时候的这么一个表情啊。好的，那么看完本体配件以及几张怪脸之后呢，我们再来聊一聊这款产品在我看来的一些缺点。首先就是刚才我们没有细说的这个普通脸和微笑脸。老实说呢，这2张脸的还原度我并不是特别的满意。首先是脸型的问题啊，和动画里的波奇相比呢，飞格玛这2张脸的下巴明显是相对来说长了一些，同时呢，下颚两侧的轮廓呢也收的比较窄。动画里面的脸型呢整体会更宽一点，而飞格玛这边呢显得有一些瘦长，所以第一眼看上去总觉得差了些味道，但是也不能说不像吧，就是差一些意思啊。然后是这张微笑脸啊，波奇在动画里面微笑的时候呢，脸上其实是经常会带有那种比较明显的红晕的，我觉得这是他那个又害羞又开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啊。但是呢，在飞格玛这边是完全没有表现出来啊。而且呢，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脸型和眼神共同作用的这么一个原因啊，这张微笑脸给我的一个伪人感非常的重，总觉得哪里不对啊。但是波奇在动画里面其实有不少有特色的笑脸表情，都比现在这一张更有辨识度啊。如果最后做出来是这么一个效果，我觉得你当时不如选一些别的表情吧。然后就是这把吉他，不是你这个吉他到底做的什么玩意儿？你看了上面2个这个拾音器都已经糊成什么样子了？特别是第一个这个拾音器，它都已经看不见了，快！这个拾音器糊了，我还能忍受，结果你琴弦也不给啊！当然我知道飞格玛不给琴弦属于是老传统了，祖宗之法。但问题是你就算不做琴弦，这个细节也不能说成这样吧？我只能说，早年的飞格玛虽然不做琴弦啊，但至少它这个吉他上的这个品记，还有它这个护板的螺丝这些细节，还是会给你涂出来的啊。我真的感叹啊！除此之外啊，这个吉他的这个肩带部分体验也不算太好啊，非常容易掉啊，连接本身就不是特别牢固。摆弄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很容易掉的啊。如果这个换姿势啊，或者拿在手里把玩的时候，真的就很糟心啊。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可动啊，整体来说的话，我觉得这一款波奇的可动对于它本身来说是完全够用的啊。毕竟波奇本来就不是需要摆出那种超高的这种战斗动作的角色啊。所以因此只需要满足这种日常站姿啊、演奏姿势啊，以及各种演绎的这种场景摆拍时的这种需要，我觉得其实它已经达标了。那么得益于它本身这一个布料的裙子呢，在做一些坐姿或者这个大部分屈腿的这种动作的时候啊，整体造型呢会比这个传统的这种软胶啊或者硬质塑料的裙摆要自然不少啊。也不会出现那种裙子直接卡住大腿的情况啊。那么另外呢，这一次还用了一套全新的一个关节结构啊，主要就是为了适配它这一个体育坐姿以及这个步裙啊。那么配合附带的这一个腹部的替换件啊，然后搭上这个新规的关节，它有一个大腿下拉啊。那么下半身的活动范围确实是有一点夸张啊，那基本上是已经可以做出一个接近抱腿的动作了。那么由于它这一个运动服的这一个袖子的一个限制啊，它这个手不太能弯得过来，所以2个手其实还是想抱起来还是有一点难度的。
那么还有就是我觉得需要提醒一下各位的，就是这一套关节它连接上下身的这个装位其实稍微有一些短啊。那么平时呢摆一个普通站姿呢肯定是没问题的，但是在做这个踢腿或者大幅度的抬腿动作的时候呢，关节受到挤压之后呢，很容易直接就把这个关节给顶出来，就上下身直接就分开了。尤其是像抱腿蜷缩这种姿势的话，需要把这个腿抬得很高的时候啊，那么经常这个你调着上下身就自动分家了。那所以我的建议呢是，如果你想摆这种比较大幅度的动作的话呢，最好先把这个下半身拔出来啊，把这个腿部的姿势呢调整到位了再插上去啊，这样会比直接掰要轻松不少，也能减少这个对吧？你这个反复脱落时的这个心态爆炸的这个环节啊。然后关于这个关节的这个紧实度方面呢，我手里这只表现还算不错啊。各个关节呢也都基本能这个稳稳的支撑住它的姿势啊，然后掰的时候也是嘎吱嘎吱的响。当然还是那句话，视频内容仅供参考啊，请以自己拿到手的为准。好的，那么这一次Figma的波奇呢，就给大家简单的介绍到这里啊。那么总体来说呢，波奇本体的表现，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啊。那么虽然在这个印刷精度和其他细节这方面存在一些比较明显的问题呢，但是就角色整体的一个还原度来说，我觉得还是 OK 的啊。如果要说最大的缺点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互动的配件比较少，除了这个纸箱和吉他之外呢，能玩的东西呢不是特别的丰富。不过好在这一次附带的怪表情是不少啊，拿去和其他产品进行联动摆拍的时候呢，还是相当有节目效果的啊。而且我个人觉得比较遗憾的一点呢是，这一次是没有带这个吉他包啊。我觉得这一款其实完全可以再出个低差版本，给它这个吉他包和专用的这个发型给配上啊。那么这样的话呢，无论是还原动画中的日常场景呢，还是拿去摆拍啊，都会丰富不少。但是可惜呢，这一次姑妈并没有这么做啊。但是怎么说呢？希望姑妈把剩下3个人赶紧搬上来吧，好吧？好了，那么这一期视频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拜拜。